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官媒点赞杨紫新剧《低开局狂破2》，这7位编剧也太会了。神香如粉播出到10集，得酒馆数据直接破2，猫眼热度冲上第1名，中文网场下好评如潮。评价杨紫，诚意主演的神香如粉，以活生生的侠义风范，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。尤其是第10集，更是打破了甜到杯仙剧的天花板。你见过生日送棺材的神仙剧吗？你见过神仙剧中的剧情致敬剧吗？这是怎样的一场头脑风暴，可以把棺材放在搜索榜首？据说这部剧有2个导演、7个编剧，一部改编成80集的短篇小说，分2部分，囊括了所有能火的童话。这部剧开播前曾一度被黑，上过新闻，现在却火爆起来，为什么数字这么好？这是一场双向的恋爱。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在于，女主放下了过去，选择了和一直守护着她的山主玉墨在一起。所以小说里的男主是于墨，但是现在剧中的男主已经换成了男二英元。原著小说中最唠叨的不是我该选谁，爱我的人还是我爱的人？相反，他是2个互相关心的人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误会？比如杨紫的燕潭变声照顾应远，挖出心脏救他后，自告奋勇去邢台接受3天雷罚，临走前，他让知悉去接应远。当他回来时，他发现他一直向往的应远正在与知邪亲密无间。因为这个误会，心灰意冷的燕潭在忘川河上游荡了800年，而最终明白的应远也追了他800年，但2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。我想很多人都会对小说中的这2个人感到遗憾，但电视剧在这方面做了巧妙的改编。比如应远失明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确定跟他在一起的是燕潭，不仅是因为他摸到了字迹，而且他还擦了铅笔，上面有燕潭的牙痕，因为燕潭有摇笔的习惯。就算后来智慧姐姐也出现了拔心雷罚的症状，但应远知道救他的不是智慧。这种相爱的2个人内心的清晰是观众喜欢看到的。沉香如粉的7位编剧让这部剧既新颖又充满细节，但同时也有不足之处，某些细节的联系非常牵强，比如妖玄香本来就不喜欢艾尔萨茨的权力斗争，为何突然掀起神魔大战？后续的剧集可能会增加这个细节，但神香如粉整体上还是显得节奏太快，情节仓促，几乎到了不存在的地步。杨紫诚意2位古联学霸强联合。沉香如粉之所以能演得这么好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女主在角色上的实力都很强。杨紫和程毅可以说是古代傀儡男女主角的天花板。杨紫之前已经有香蜜，程毅有琉璃，题材风格类似沉香如 Crown， 所以强联合让人欲罢不能。尤其是杨紫，从2015年的《欢乐颂》开始大放异彩，到香蜜沉进如霜大爆，再到2018年《亲爱的爱你》暑期空前热度，杨紫几乎是在演一个火了一个节奏。杨紫在每部剧中的表现都非常快，尤其是哭戏，那种无声无息、青筋迸发的哭，真的能把观众带入其中。但有时光是哭还不够，为了演好每个角色，杨紫在背后付出了很多。比如在我听见他说中，杨紫20分钟的哭戏，拍摄时有7页台词是重复的。在采访中，杨紫说，她从小就有一个好习惯，就是把所有需要说的台词都记在心里，顺口的台词有利于表演的加分，这也让杨紫的台词变得很有力量，越来越好。而杨紫之所以有良好的表演习惯，她是勤奋，确实与她的年龄有关。从2001年如此出山开始，9岁的杨紫开始演戏，20多年来，杨紫先后与宁静、宋丹丹等大牌搭档。进入大学前，幸福来敲门扮演蒋雯丽和孙淳。上学时演过《战长沙》，毕业时演的是杨科。正是因为这些宫廷级的老艺术家，杨紫才一步步建立起自己对表演的理解。在娱乐圈，基本上只有她有这样宝贵的经验。所以，现在琼瑶如蟹的数据也越来越好了。这不是一个巧合，而是好演员和大资本的基础。
即使是类似的故事、老梗，观众愿意看，也是一种本事。感叹号02李现主演的《人生若如初相见》里有太宰治吗？我看了一段朱亚文和春夏在《人生若如初相见》中表演的视频，视频下面的一些评论说，朱亚文于天白扮演的角色似乎是太宰治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于天白似乎就是叶赞。虽然《天下无贼》不完全是太宰治的自传，但叶藏身上确实有很多太宰治的影子。因此，说失去资格的世界是太宰治的半自传也不为过。因为那段视频应该是朱亚文扮演的角色，而春夏扮演者在日本生活，所以朱亚文与叶藏非常相似。朱亚文扮演的于天白表情很哀伤，与叶赞非常相似。看来《天下无贼》的畅销书远比许多严肃的文学作家的作品要多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光看服装和场景就知道花了不少钱，但这是个遗憾。现在人们普遍不看电视了，因为电视上一年能播出一部电视剧就很难得了，一年有2部电视剧可看也是一种偶然。大部分的电视剧主题都是职场，比如小姨多鹤和蛇主演。想出一部制作精良的很容易，但也有这样的情况。死者之书并不完全是一部经典小说，而是一本畅销书。它的写法也很适合年轻人，因为太宰治很快就说出了一句话：我很懒，人们说我很懒。当年轻人读到这样的语录和谚语时，他们会感到一种解脱和愉悦。如果是过去的我自然会喜欢阅读它。事实上，我们都有不被理解的时候。但如果我不被理解，我只能说我很懒，所以人们说我很懒，那么人们会理解我还是同情我？有人说他在人类失落的框架中找到了共鸣，这就够了。他不在乎他是否通过这样的引用来让人们理解他。如果你不在乎，那证明你还不够惨。如果你写了一个不被理解的苦涩，不要以苦涩的形式出现。你说方鸿渐苦吗？内心也是苦涩的，钱钟书却选择写自己的无能。你说方鸿渐不称职，但他身边的人，像苏文端等人，却只是拿了文凭，装出一副能干的样子。所以世人以为他们有真正的才华，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包括韩雪姬的学识也被掺假了。如果钱钟书像太宰治那样写，他会在围城中写到人拿到文凭，世人以为他有才，其实他的文凭是个混球。钱钟书是想拿方鸿渐和别人做比较，这种写法叫对比，不对比不知道社会的荒谬。如果只是写一堆语录，只会让人觉得主角是在呻吟，是在不吃葡萄说葡萄酸。当然，方鸿渐也有自己的破绽，钱钟书也没有丝毫隐瞒。正是因为这个角色的缺陷，这部小说才能写得如此出色。况且大地乱一开始就已经写到，叶臧为了取悦父亲，选择了一件他不喜欢的礼物让父亲满意。至于如果叶佐选择了他喜欢的礼物，会是什么结果？这么一件小事，他的父亲会惩罚他吗？或者会发生什么？在这一点上，叶佐的怯懦表现出来了。他害怕在这件小事上反抗。事实上，如果《人间失序》没有按照罪与罚小说的风格写成《人间失序》，本可以成为经典。太宰治设定了他自己的原型人物 Yuzo， 虽然只是半自传，然后通过 Yuzo 讽刺其他人，但效果不是很好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